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2012年9月底，南京托乐家美食街负责收垃圾的工人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在美食街的大垃圾桶中，连续2天多出很多熟肉。既然是美食街，自然有很多饭店的厨房垃圾，有些熟肉垃圾并不稀奇。稍微大一点的店，一天丢上10几20斤肉也是寻常事。负责收垃圾的几个工人中，有一个年过50的老年工人，此人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军人，战时担任卫生兵，退伍以后，老工人回乡工作。后来儿子考上南京的大学，他们老夫妻也跟着来了南京。老人在农村干活习惯了，闲不下来，主动在附近的美食街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在老人看来，清洁工很轻松，每天也就扫地倒垃圾就行了，等于是锻炼身体。这一天，老工人听同事老太太抱怨，说是这2天不知道哪个饭店多扔了几十斤肉，好几包，袋子里面撒满了番茄酱，袋子重得要命。老太太力气不够，搬不动。老工人心善，主动说：“我去搬吧。”于是老工人将大垃圾桶中的几大包熟肉用力拎到门口堆放起来，准备等垃圾车来的时候丢掉。期间，袋子包裹不是很严，掉出了几块撒着番茄酱的熟肉。老工人随手捡起来，准备塞回袋子。突然老工人吃了一惊，前面说了，老工人以前做过卫生兵，对越自卫反击战死的人很多，医院整天收到尸体，怎么死的都有。老工人真是什么样子的死人都见过。他仔细地看着掉出来的几块肉，越来越吃惊。无论怎么看，这都不像是猪肉或者牛羊肉，相反，似乎像是人大腿部的肉。开始，老工人自然觉得不可能。南京是什么地方？大城市，又是省会，怎么可能大街上扔着人肉呢？老头子顺手将肉塞回去，转身就走了。走了几步，还是觉得不对劲，他忍不住又走回来，将肉拿起来看了很久，绝对没有错，这真的是人肉。老头子受惊不小，立即打手机报警。几分钟后，110赶到，随后刑警也赶到。南京刑警身经百战，他们一眼就看出这确实不是动物肉，而是人肉，还被煮熟了。我的个去，这歹徒真是牛逼，胆大包天到了极点。他敢在号称刑警全国第1著称的南京杀人，还敢将肉煮熟后撒上番茄酱后扔在街上，这是要干嘛？向政府警方挑衅？经过现场简单分析，法医判断这是一个女性的部分尸体。根据老工人的反应，前一天也曾发现这种袋子装的熟肉，应该是尸体的其他部分。这下警察们就倒了霉，他们赶到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反复搜索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尸体的其他部分。同时，在托乐家美食街的下水道里，也发现了部分碎尸。经过法医拼接，这是大体是一个女人的躯干、四肢，但脑袋不见了。根据乳房和其他部位分析，这个女人很年轻，只有20多岁。她的身材高挑，双乳丰满，还没有生育哺乳过。受害女孩的尸体被疯狂切成数百块之多。根据尸体被切割情况来看，歹徒似乎对人体结构不太了解，很多切割属于乱切乱砍，但歹徒显然心理素质很好，力量较大，碎尸非常从容。很多尸块有反复切割的痕迹，同时还有反复解冻又冰冻的现象，这说明歹徒将尸体放在冰箱，一块块拿出来慢慢的碎。根据尸块被切碎的情况来看，
歹徒至少花费10天以上时间反复切割。可怕的是，碎尸全部被高温煮熟，这是为了掩盖尸体的臭味和消除特征，同时对 DNA 进行破坏。至于尸体为什么被撒上番茄酱和酱油，倒不是南京老百姓胡猜的，所谓做成人肉麦乐鸡块吃了。根据尸体拼对情况，尸体大体完整，也就是没有被吃掉。警方认为撒番茄酱是为了将尸体伪装成厨房垃圾，也就是熟肉，用来迷清洁工人。正常来说，如果看到碎尸的不是这个老工人，恐怕真就没人能认得出。为什么歹徒不将尸块扔到长江或者其他荒郊野外呢？那不是更不容易被发现？扔在美食街上，即便做过了伪装，怎么都会被人看见，穿帮的可能性是较大的。歹徒究竟是什么心理？警方调动监控，可惜歹徒显然是夜间丢弃的碎尸，监控模糊不清。歹徒还做了伪装，戴了帽子和口罩，看不到相貌。能够确定的是，歹徒只有一人，是一个体型中等的人，不能确定是男还是女，这个线索就中断了。再说其他线索呢？抛尸的塑料袋是每个超市都可以买到的，绳子也是，都无法追踪。自然，塑料袋上发现了一个指纹，有可能是歹徒的。仅仅凭借这个指纹是无法破案的。根据同犯罪证据库的检索，毫无收获。显然，这个指纹的所有者没有前科，也就是他之前没有犯过罪。那么，唯一的线索就是尸体了。没有头颅的尸体被毁坏严重，又被反复冷冻蒸煮过，几乎所有特征都被破坏。不过，依靠江苏省公安厅高超的法医科学，仍然提取到死者 DNA。萨沙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正常的主是不能破坏 DNA 的。经验丰富的法医通过反复验尸，仍然发现受害者几个特征，可以确定死者身份的。奇怪的是，南京全市根本没有类似的失踪报案。南京警方将侦查范围扩展到江苏省全省、上海市，甚至南京周边的安徽东部和浙江北部。南京警方花费巨大精力，反复核实每一个失踪的年轻女性。专案组办案民警经常一天工作20个小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所有失踪女性均不是这具女尸，不符合女尸的特征，极少数还做了 DNA， 也被排除了。难道受害女孩是边缘省份的人？明知道工作量极大，南京警方还是硬着头皮将范围扩展到全国。经过数个月的繁琐调查，专案组仍是在做无用功，全国失踪女性均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死者的家属没有报案。这么个大活人失踪了，为什么不报案呢？不能查清尸源，这个案子也就无法侦破。万般无奈之下，警方只能另寻他法。之前尸检说明，死者是被反复冷冻解冻。那么，能够冷冻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超大的冰箱，甚至冰柜。南京警方在全市排查大冰箱和冰柜的线索。遗憾的是，南京是周边家用电器的销售基地，每个月的冰箱、冰柜销售数量何止数千上万。况且有了网络电器商城以后，很多订单根本就无法追查，这个线索也就这样戛然中断。现实如此，南京警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始终不能破案。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调查受害者是谁。警方最希望的就是受害女孩家属能够报案，这样从2012年9月一直等到2014年7月22日，
几乎2年时间，始终没有人报案。7月22日，南京警方突然得到重大的喜讯。当天，江苏北部的盐城市下属一个县城向南京鼓楼公安分局传来协查通报，辖区一对老夫妻女儿何青青神秘失踪近2年。这个女孩失踪前在南京生活居住。专案组成员立即向何青青的家人了解她的外貌、年龄和身体某些部位特征，结果是让人震惊的。何母的描述同受害女孩完全一致，看来受害者基本可以确定是何青青。出于慎重考虑，警方仍然提取了老夫妻的 DNA 进行对比。很快，检测有了结论。被残忍杀害和碎尸的女孩正是刚刚20岁出头的何青青。得知女儿遇害以后，父母悲痛欲绝。何母还算坚强，和警方配合破案。何母说，早在1年多前，他们就发现女儿发来的短信越来越少，最后一连1到2个月不发，电话打过去，女儿也不接。女儿推说心情不好，不想说话，还说要换个城市工作。到了1年前，女儿的手机就欠费停机了。何青青这个女孩从小性格固执，父母虽然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发现女儿手机停机以后，父母以为是女儿闹情绪，不愿意和家里联系。可怜天下父母心，2个老人不断向手机里面充值，让手机处于可以通讯的状态，但电话打过去，手机不是关机就是通话中。几个月后，何家父母再也忍受不了，他们赶到南京女儿租住的市中心一间公寓，房门紧闭，空无一人。老人们失望地回了盐城老家，之后每隔10天半个月就来一次，前后来了50、60次，女儿始终不在。到了半年多前，老人实在着急，辗转通过小区保安找到房东，打开了房门。房东表示，何青青和他签订的是2年租房合同，目前房屋还有2个月就要到期，房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了，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看来女儿早就离开了这里。细心的何母发现，房间似乎不像是搬家的样子，家用电器、日用品、衣服，甚至女儿的化妆品都摆放得很好。那么，女儿究竟去了哪里呢？何母整理房屋期间，发现女儿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首饰、手机之类都不在。那么，看起来女儿还是可能是搬家了，以前的一些东西丢在这里不要了。心急火燎的老人决定不回老家，他们续租了女儿的房子，一头扎在南京，连续找了半年之久，毫无收获。他们用尽办法，甚至调出了女儿电话通讯记录，挨个打过去询问。通讯录中的男人大多推说不认识何青青，一些所谓的朋友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期间，何母越来越怀疑女儿是不是出事了。何青青虽然倔强，也从没有这么久不和家里联络过。更重要的是，何母一次收拾物品，发现在床头柜后面藏着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银行卡。去银行卡查询，这张卡里面有10万元。根据卡的汇款记录，这应该是何青青的工资卡。那么，如果女儿是搬家了，最低程度也会带走所有的钱，谁会把10万元钱丢在一个马上就要到期的公寓内呢？听了何母的这番介绍，警方倒是大惑不解。刑警问何母：“老太太，这我就不明白了，你女儿失踪1年多了，就算可能是搬家，毕竟找不到人，你们为什么不立即报警？为什么拖了1年多才报警？”何母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欲言又止。何父开口了：“
现在还有什么好隐瞒的？警察同志，我们之所以这样，主要是我女儿的工作不太光彩。她从小不爱读书，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南京、上海、苏州找工作，没几年她就穿金戴银的回来。我觉得事有蹊跷，追问她怎么回事，她告诉我自己在 KTV 做服务员。我也一把年纪了，自然知道这个服务员是干什么呢。我当时气得差点病倒，让他留在盐城我们小县城，不允许他再回南京了。谁知道2天后他就跑了。我这个女儿心肠特别硬，从小到大不听父母的话，我们实在管不了，也就没有办法了。这次女儿失踪了，我们知道可能是出事，但他们这行经常换地方，经常1-2个月不和家里联系。和母结果来说，警察同志，我们其实早就在老家报了案。女儿失踪几个月后，我们就在盐城小县城当地报了失踪。但我们那里和南京不同，警察效率很低，他们一般不愿意立案，毕竟立案就要破案。他们借口手机能打得通，肯定是家庭矛盾，拒绝立案没办法。我们只好等了2年。根据法律，失踪2年就可以强行报失踪案了。到了7月，时间就要到2年，我们那里公安才勉强立案。南京警察恍然大悟，却皱起眉毛。萨沙告诉大家，警察破案最怕遇到2种人：第一，做生意的，这种人社交太广，3教9流都有朋友，一旦出事不容易排查凶手。第二，就是坐台小姐，这种人甚至比做生意的更夸张，他们交往的男人极多，更要命的是很多都是一面之缘，想要通过人际关系抓凶手，就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果然，南京警方调查非常不顺利，坐台小姐都是流动的，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为什么呢？萨沙告诉大家，呼呼，当然是男人图新鲜呗。警方先调查何青青的住所，时间相隔太久，何母又打扫过房屋，所有证据早就不存在了。根据警方仔细勘查，仍然发现在卫生间有疑似少量血迹的东西，只是时间太久，已经失去鉴定价值，不能排除是何青青的生理期出血。看来这里有可能就是案发的第一现场，歹徒杀死了何青青，在这里碎尸，然后抛尸。如果何家当时就报案，警方当时就立案，直接调去小区监控，就可以至少得到一些关键证据，案子很容易就破了。此时小区监控早已没有当时的影像存档，失去了最有力的线索和证据。走访邻居，邻居也表示何青青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和他们没什么接触，根本不了解。对门一个职业太太认为，这个女孩子长得倒是很漂亮，个子也很高，丰乳翘臀，长发飘飘，特别会打扮，往街上一走会迷死不少男人，好像有个男人会来她这里。说的是一口南京本地方言，我就听过她的声音，没见过人，不知道是她男朋友还是她的亲戚。线索又没了，比较靠谱的就是走访何青青的同事朋友，距离何青青失踪接近2年，和她一起工作的小姐早已四散，不知去向。警方花费很大精力，找到了当年她的领班。根据这个领班回忆，找到了已经转正型的一个王姓小姐。这个王小姐是南京本地人，现在已经结婚怀孕。听说何青青遇害后，王小姐毫不吃惊，还说：“我就说她迟早有这一天。”警方追问下，王小姐开始有些害怕，有些东西我是知道，但不敢说。现在社会什么人都有，万一她知道是我说的，来找我麻烦。我刚刚结婚又怀孕了，
不想惹事。警方反复劝告王小姐，这是人命关天，不是小事。何青青好歹是你朋友，现在死得这么惨，你也应该说出真相，为他伸冤。而且公民有义务配合情况办案，你知情不举也是违法。王小姐思索再三，终于开口了。作为关键人物，王小姐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王小姐说，十有八九是包养她的那个男人害死。这个男人姓乔，是南京哪个国有大公司的干部，年纪很轻，最多30岁。他很有钱，还愿意花钱。他们两人是2010年认识的，没多久就上了床。你也知道，我们是夜总会坐台的，逢场作戏多了，什么男人没见过。没想到姓乔的一眼就看上了何青青，天天来找他，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后来他让何青青别再上班，租了房包养他。何青青就不在夜总会干了，开始做情人。那段时间他很无聊，经常找我聊天逛街什么的。他觉得这个男人条件好，对他也不错，想和他结婚。我说，你别傻了，人家有老婆，就是玩玩的，而且人家是干部家庭，在南京有头有脸的，怎么可能娶我们这样的儿媳妇？何青青听了很不高兴，发狠地说，你看着吧，我绝对能做他的老婆。后来我听说他们经常闹，何青青整天逼着他离婚，不然就去男人所在公司家里大闹。这些国有企业干部最怕有桃色新闻，男的就软了。王小姐又说，我后来劝他，天下男人多得势，何必盯着一个人？但何青青这个人性格太厉害，就是抓住这个男人不放。我就知道他们打过好几次架，我又劝他不要把人逼得太狠了。别看这个姓乔的好像挺软，逼急也难说，说不定彻底跟你闹翻，你人财两空，什么都得不到。何青青这个人从不听人劝，我说了也是白说。大概1年多前，我就失去和何青青联系，当时有些怀疑是不是出事了。但你也知道，我们这行的人不讲什么感情，今天是好朋友，明天就能翻脸。我打电话几次给何青青，她没接，我后来也不打了，毕竟她也不是我妹妹，我管得了这么多吗？警方问王小姐，那个姓乔的男人全名是什么？在哪个国有企业工作？王小姐说，这我不知道，但他们那时候经常联系，你们查一查，肯定能查到。于是警方立即调查何青青的手机，果然有了收获，显示在2年多前，南京某国有交通企业的干部乔某的手机同何青青的手机频繁通话，那么乔某自然有重大杀人嫌疑。警方没有浪费一点时间，立即对乔某实施抓捕。警方刚刚一出现，在单位办公室悠闲上网的乔某就低下了头。到了公安局，乔某却一言不发。警方开始也有些疑惑，这样一个人能够做出这种残忍的案件。乔某短发瘦高个，皮肤白皙，谈吐温和，说话语速较慢，戴一副眼镜。这个人文质彬彬，似乎还有些懦弱。你要说这种人杀人碎尸还扔在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已经无足轻重了。根据取到的乔某指纹，同装着碎尸塑料袋的指纹完全一致。面对证据，乔某放弃抵抗。对，何青青是我杀的，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找到我的。随后，乔某讲述了他和何青青的故事。乔某是南京本地人，1983年出生，杀人时不过31岁。乔某是独子，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从小家教严格。乔某学生时期是所谓乖宝宝，老老实实。他按部就班地上了高中，
考上了南京知名大学交通学科。毕业以后，在父亲的介绍下，进入一家大国企，从事高速公路工程，工作能力不错，加上有老爸罩着，20多岁就成为一个实权科室的科长。国企的腐败大家都知道了，南京自然也不例外。自从担任科长后，各票包工头都开始向乔某行贿和拉拢。乔某逐步从一个老实孩子变为一个出色的准公务员。期间，乔某结了婚，妻子是大学时候同学。乔某这个人长得还挺帅，文质彬彬，妻子则很漂亮，也有才。两人大学时候经过轰轰烈烈的恋爱，毕业以后很快结婚。只是萨沙就放一句话在这里，从没见过一个在国企搞工程的头是老实人。乔某很快就变了，开始同包工头出入南京各大夜总会，和坐台小姐们混在一起。2010年，妻子怀孕了，两人不能同房。乔某性欲难忍，出入夜总会就更多了。在这期间，他遇到了身材高挑、外表冷艳的小姐何青青。乔某很有钱，加上年轻英俊，很快获得何青青的青睐，两人上了床。因工作原因，乔某经常出差。搭上何青青以后，他借口出差，频繁和何青青开房。可怜大肚子的老婆被蒙在鼓里。这样几个月后，被人称作冷艳花魁的何青青也动了真感情。她觉得乔某和其他嫖妓的男人不同，对他另眼相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乔某对性格冷傲的何青青有了一种深深的好感，两人开始了所谓的热恋。有了这种感情以后，乔某就不愿意何青青再去上班，和别的男人厮混，出钱包养了她。何青青租住了鼓楼区一栋公寓，两人开始甜蜜的二人世界。即便是所谓蜜月期，乔某却感觉到何青青性格中的强硬一面，和他温顺的老婆完全不同。何青青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从不让步。这一期间，何青青偶尔看到乔某手机上还有别的坐台小姐的短信，就反复追问，不依不饶。又一次，乔某因为应酬，又去夜总会找了小姐。有人告诉何青青后，她在出租屋大闹了一场，爬上阳台威胁要自杀。乔某一个读书人，哪里见识过这个场面，吓得手足无措，同意再也不去夜总会了。这样，何青青才破涕为笑。没想到，这仅仅是开始而已。乔某的内心深处虽喜欢何青青，但认为她最多是一个妾，一个情人，绝对不可能和她结婚。何青青却不这么想，她逐步感到乔某为人比较真诚，对人体贴，工作又好，家里有钱，开始想要做他的老婆。两人认识了1年后，何青青就开始旁敲侧击，让乔某离婚。乔某此时逐步后悔了。2011年，乔某妻子已经生了个女儿，面对母女两人，乔某开始有深深的愧疚感。另外，乔某越来越觉得何青青的性格很可怕。何青青此人性格固执强硬，颇为暴躁，她经常因一点小事大发脾气，闹得不可开交。一次，乔某有一道菜做得不好，何青青不满意，两人争吵起来，她一下将桌子掀掉。一次，乔某给何青青洗头发，手重了一些，和破口大骂，闹了好几天。总之，乔某觉得何青青不是一个能做老婆的女人，开始疏远她。何青青自然也不是笨蛋，从2012年开始，她开始直截了当要求乔某离婚，跟自己结婚。何青青威胁乔某：“你不同意，我就去你单位大闹一场，看你还留得下去吗？你爸爸都没面子。”
乔某目前的地位、财富都来自于单位，他的父亲和单位头头脑脑很熟悉。如果何青青真的去闹，不但乔某立马就要变为普通老百姓，连父亲也会蒙羞，抬不起头来。无奈之下，乔某只得一次次屈服于何青青的大闹。真的让乔某离婚，他也无法向父母和妻子交代，更不可能娶一个坐台小姐回家。乔某左右为难，如坐针毡。这样两人大闹了半年，何青青看出没什么希望，开始变了一番说辞。行，你可以不和我结婚，但我跟你1年多了，青春的损失怎么办？你要赔偿我，给我一笔分手费。乔某见何青青这么说，顿时大喜过望。行，你说吧，要多少钱？何青青慢慢地说，给我100万。乔某，什么？你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何青青，姓乔的，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100万少1分钱都不行。乔某，我哪里有100万？你这1年多花了我多少钱了？你自己算算，我现在连10万块都拿不出。何青青，我管你有没有呢？没钱，你去借呀！你一个可以盖章的大科长，还愁借不到钱？现在我给你2条路，一是跟我结婚，一是给我100万，你自己选。要是你让我什么都得不到，我先去你找你老婆，把我们事情告诉她，看看她会不会气死。乔某逼迫无奈之下，乔某一咬牙，决定想方设法凑钱，一定要摆脱这个女人。2012年8月，乔某找到合作的包工头借钱，包工头为了承接高速公路工程，自然不敢不借。乔某向一个河南包工头借了40万，又向四川包头工借了30万。稍后，乔某将69万元分几次打入何青青的银行卡，话说还有1万呢。乔某，我是尽全力了，剩下31万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也是有感情的，你不要赶尽杀绝，剩下的钱以后再说吧。听了乔某这番话，何青青倒是也没有再说什么。有意思的是，案发后，何家父母解决不承认存在这笔钱，他们认为这是乔某编造出来的，还认为乔某以未婚欺骗自己的女儿，自己女儿是完全无辜，不图金钱，只图感情，才被欺骗的无知少女。萨沙，且不论你说的对不对，看这篇文章的读者朋友，你们相信吗？从那天开始，两人很少联络，乔某心头一块重石放了下来，人也轻松多了。虽然欠了70万外债，钱总是可以还清的，况且包工头也不敢向他催债。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何青青的心里却又发生变化。做小姐或者情人的，要么图钱，要么图人，得不到人就要钱，一般得到了钱，不见得非要人不可。只是何青青这个人控制欲实在太强了，拿到了69万巨款，何家父母认为没有拿到钱，自己又有10多万积蓄，他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回到老家盐城买房，找个老实男人过日子。此时他又想起乔某种种的好处来，不愿意放手。正巧一次出门，何青青的高跟鞋被树根绊了一下，脚踝严重扭伤，不能下床出门。何青青打电话给乔某，乔某接到何青青电话，顿时有些紧张。你怎么还来电话？何青青，我脚受伤了，不能动弹，我在南京没有亲戚朋友，没人管我，好几顿没饭吃了。说罢，何青青就哭了起来。乔某这个人性格比较软弱，他同何青青在一起久了，自然不是没有感情的。见何青青实在可怜，乔某一时心软，又回到了出租屋，
给何青青送饭，照顾她。虽然乔某没说，当天两人又睡在了一起，于是两人又开始了以前的模式，重新陷入孽缘中不可拔。何青青还是让他离婚。好了不到1个月，两人又开始争吵，反而变本加厉。也许因为长期不能出门，何青青变得更为暴躁。9月11日晚上，两人再一次争吵，吵得很厉害，直到凌晨才入睡。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两人闲聊油价。期间，乔某提到妻子的车子1个月油费就要2000元。何青青受了刺激，说：“你嫌贵，好办，你还欠我31万，把你老婆车子卖了还钱给我。”乔某说：“那怎么可能？我老婆的车子我怎么能卖？”两人又大吵起来。何青青狂怒之下，抢过乔某手机就要拨打他老婆的电话。他有什么了不起？我马上告诉我们的关系。乔某大怒，用力抢过手机，将何青青推开。何青青跌倒在床上，觉得被乔某打了。你打我，我告诉你，你打我，我就去打你老婆。以前有个小姐得罪我，我就找人把她打得进医院。我马上找小混混去打你老婆，连你女儿一起打。乔某知道何青青什么都做得出来，极度恼怒下，又将她推倒。何青青挣扎着要起来，两人就厮打起来。乔某一怒之下，一把卡住何青青的脖子，不让她动弹。被打后，何青青也怒吼：“你有本事就把我打死，不然我跟你没完！”听到这句话，乔某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认识何青青不过2年时间，先后花费近100万元。关键的是，乔某自认为这么照顾他，对他这么好，他竟然丝毫不感动，一再往绝路逼他。对于何青青的性格，他很了解，他是何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给了他100万，恐怕还会再要100万，还不如真的将他打死，一了百了。乔某热血冲头，恶魔上身，他不顾一切地卡住何青青的脖子，用尽全力。何青青才知道危险，已经叫不出声，只是从嗓子里面嘶哑地叫了2声救命。看到何青青两眼血红，舌头伸出，乔某有些心软，手松了一些。转眼一想，到了这种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乔某狠下心来，最终将何青青活活掐死。几分钟后，何青青不动了，呼吸也没有了，乔某才松手。何青青死了，乔某突然冷静下来，下面该怎么办？报警自首？不行，报警的话，自己就算不是死刑，也是坐1辈子牢。乔某活到现在，始终养尊处优，哪里能去坐牢吃苦？这还不如死了，干脆自杀吧。乔某到厨房拿起菜刀，想要割腕，想起妻子和刚刚1岁多的女儿，他又下不去手。他一死，还不会说话的女儿就没有爸爸。乔某想来想去，决定掩盖这一切。如果下面被警察迅速抓住，他就认了。不然的话，能多活1年是1年，至少可以多照顾1年女儿。如果说之前乔某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好色易怒的男人，下面就完全不同了。乔某后来供述，既然已经杀了人，我反而冷静下来，反正最坏结果不过是死。乔某当天要和同事去山东出差，已经订好了火车票，显然这不能改，不然很容易暴露自己。何青青的尸体怎么办？此时是南京的9月，天气还比较炎热，等出差2天回来，尸体腐烂的臭气恐怕全楼都会闻到。此时的乔某体现了理工科男的特点，他冷静细致地计划了一切。他先去门口的一个电器城，要求购买1台大冰柜。营业员表示没有现货，
最快送货也要2到3天后。乔某不能等这么久，就借口自己是开便利店的，急需要冰柜冻雪糕，将唯一的样品买走。本来样品是没人买的，营业员自然乐于卖掉。当天上午，冰柜就送到了何青青出租屋的门口。乔某将尸体塞入浴室，和工人一同将冰柜搬进了客厅。期间，乔某表情轻松，还和工人抽烟攀谈。工人走了以后，乔某立即将尸体塞入冰柜，冷冻起来。乔某出差需要1天时间，不知道冰柜究竟能不能彻底冰冻尸体，不发出臭味。细心的乔某竟然还买了一些除臭剂，塞入冰柜。随后，乔某中午和同事离开南京去了泰安，第2天下午返回南京。后来，警方调查这个同事认为乔某出差时表现绝对没有异常，根本不像杀了人。萨沙还是要说，咱们理工科男的心理素质如何？呼呼，出差的路上，乔某已经想得很清楚，冰柜不可能藏住尸体一辈子，一旦房东回来或者何青青父母找来，就会穿帮，必须碎尸后扔掉。单纯碎尸成几大块，恐怕很快会被人发现尸体特征，最好碎得越小越好。还要煮一煮，这厮一定看过萨沙写的南大碎尸案。何青青的出租屋地处鼓楼区闹市，一旦蒸煮尸体，那种怪味道立马就会被人发现，必须转移。在南京比较偏僻的托乐家街区附近的翠屏东南小区，乔某曾经租住过一个房子，当时是老婆怀孕，乔某租给丈母娘、老丈人等人来南京临时居住的，现在还没有到期。这个小区人不多，方便碎尸煮熟。于是，乔某先去傍边超市买来了斩骨刀、锯条、垃圾袋、保鲜膜、大包等物品。随后，乔某回到何青青在市中心的公寓，将已经生冷速冻硬邦邦的何青青尸体取出来，切成了几大块。乔某是理工科男，对人体结构不了解，根本就是乱砍乱锯。毕竟年轻力气大，搞了几个小时，终于还是搞完了。期间，尸体解冻，一些血迹留在了厕所里。随后，他将尸体用保鲜膜和垃圾袋包好，装在大包里，分3次打车运到出租屋内。打车期间，乔某神色正常，毫不慌张，司机也没有任何怀疑。在翠屏东南的出租屋内，乔某开始准备继续碎尸。乔某买来高压锅、蒸锅等餐厨用具，将何青青已经分成几块的尸体继续切碎成几百块，并且不断蒸煮。让萨沙和警方震惊的是，碎尸本来应该是越快越好，以免被人发现，但乔某经常连续搞了长达2个多星期，显然这是极端异常的。随后，乔某的做法更是让人瞠目结舌。碎尸抛尸应该往人少的地方扔，甚至丢在长江内，但乔某居然将煮熟的尸体浇上番茄酱、酱油，扔在了附近托乐家美食街上，伪装成饭店的肉类垃圾。更令人震惊的是，乔某竟然没有丢掉何青青的头颅，通过蒸煮，头颅变成了头骨。乔某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决定将头骨留下来，但是头骨里面的脑子会腐烂发臭，一样会暴露。你们猜猜何某怎么做的？他竟然撬开头骨顶部，取出脑子，敲打期间，头骨沿着人字缝裂成3块，下颚骨也脱落。乔某竟然不慌不忙地重新将头骨重新拼好。他没有注意的是，下颚骨上有一颗牙齿脱落掉在地上。后来他胡乱打扫房间，
将牙齿和其他垃圾扫进了下水道。随后，乔某将这个头骨连同何青青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一同放在一个小保险柜中。虽明知道银行卡里面有巨款，乔某不敢去动，何青青的账户肯定会被监控。乔某不想自寻死路，不过他卖掉了何青青的一些值钱的首饰，弥补自己的一些损失。乔某想将头骨收藏起来，但他自然不敢放在自己家里。于是他又找到一个包工头朋友，说是有一些重要文件要寄存。于是他将这个保险柜寄存在包头工的家中，没有人有打开的钥匙，自然不会有人发现真相。之后，乔某伪装何青青的语气，连续给何母发了几个月的短信，说自己心情不好，要去其他城市。随后，乔某买了一个不记名的手机，不断给何青青的手机打电话，导致欠费停机。这边，乔某将所有作案工具丢弃，清洗2处碎尸公寓的地板，然后又将冰柜卖给一个收废旧家电的。让人震惊的是，何青青失踪后，何母曾经根据她的手机通话记录，挨个拨打询问情况。乔某接到电话后毫不紧张：“叔叔阿姨，我是青青的好朋友，你们不要着急，应该不会有事的，不行就去公安机关报案吧。”因最后那句话，何母对乔某丝毫没有怀疑。乔某交代以后，警方去包工头朋友家提取了那个保险箱，打开保险箱，里面就是何青青的头骨。包工头朋友知道自己全家竟然陪着一个骷髅住了2年，吓得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在翠屏东南出租屋的下水道内，警方搜寻几天，终于发现了何青青的那颗牙齿。根据乔某交代，又找到了被卖掉的何青青的首饰。由此，乔某杀人碎尸案证据确凿。本来乔某如果杀人后自首，属于激情杀人，又是感情纠葛，按照今天的法律，一般不会死刑。可是乔某杀人以后又碎尸抛尸，性质就完全不同，判处死刑也就是必须的。写到最后，萨沙分析一下乔某为什么反常地将尸体煮熟后丢在人来人往的美食街上，又将头骨收藏起来不丢掉，这些都是极为反常的行为。不过剖析人的心理，却可以理解，之所以将何青青碎尸成那么多块，还煮熟丢在大街上，是出于仇恨。乔某是非常仇恨何青青的，因为是这个女人使得她成为杀人犯，美好的未来甚至生命全都没了。古语说，碎尸万段，当街示众。乔某将何青青切碎成无数块，故意扔在街上，其实就是一种病态的泄愤。他完全有机会有时间将尸体从容丢掉，甚至埋掉。这样的话，尸体在几十年内恐怕都不会被人发现，那么何青青永远是一个失踪人口而已。这是一种反常的变态心理，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么为什么他会留下头骨收藏呢？谁都知道，头骨是最可怕的证据，一旦头骨被发现，乔某也就必死无疑。乔某这么做，恰恰又是出于爱。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他的桌上就有一个头骨，是初恋情人的。林森用这种方式永远纪念爱人，乔某显然也是如此。从心里，乔某对何青青还是有爱情的，不然也不会搞到最后杀人的地步。所以他试图留下爱人的一些东西，是出于对他的一种病态的眷恋。你和三陪小姐讲感情，能好得了吗？话又说回来，何青青就算有很多不对的地方，罪不至死。乔某杀人
就应该偿命。萨莎认为一命抵一命吧，这样最公平。最后，萨莎想到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那台被卖掉的冰柜呢？没错，就是装碎尸的那一台。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